福尔摩斯只是看了下男人身上的伤口，就知道凶手不是第一次想刺杀他。根据身上的弹片伤口和手臂上的晒伤判断，山姆以前应该在中东当过兵，只是最近几周才被派遣回来。从山姆小区外的监控中拍到，昨晚有人翻过围栏偷偷潜入到山姆家里。但摩斯对胸口上的刺伤更感兴趣，因为中东士兵大部分都是枪伤，像这种被刀刺伤的很少看到。摩斯认为凶手选择目标肯定和老麦有点关联，可能是仇家找上门来。就在昨天晚上，老麦妻子回到家里，坐在沙发上的蒙面男人二话不说掏出枪来。格雷机智地打开汽车开关引起注意，然后迅速往阁楼跑去，将房间大门锁好，拿出放在抽屉中的枪对准门口，等着凶手上来。眼看凶手快要破门进来，格雷立马朝房门连开数枪。等凶手没有动静之后，才打了警局电话。此时凶手应该受伤逃跑了。老麦得知妻子遭遇凶手后，连忙放下手头工作，回家后将妻子抱在怀里安慰着。凶手是在自己回家前就进来了，就连家里的预警装置都没有触发。凶手戴着面罩看不到脸，但是能通过声音再次确认。贝尔让格雷回忆下最近有没有可疑的人出现，两人回答都是没有。邻居门罗在接受调查时表示，听到枪声后从健身房里出来，看到一个头戴面罩的人跑了出来，消失在街道的另一边。在门罗描述凶手外貌时，摩斯注意到旁边汽车上粘着血迹，很可能是凶手留下的，需要送到实验室检验。但很遗憾，血液对比在警局数据库中没有找到相符的。回家后，两个整理着疑似目标的可疑人。华生一共找到20个可疑人，但摩斯的效率更高，他查到老麦办理的案件都是聪明人所为，像这样直接袭击警探的，怎么看都不像很聪明的人。所以摩斯找到一个符合条件的可疑人。达斯汀是个非常崇拜老麦的人，这可能让他做出某些不寻常的事。随后两人来到达斯汀家里，可是敲了半天没有人开门。华生听到房间内传出水流声音，他有种不好的预感，便强行打开了房门。等两人来到卫生间查看，达斯汀早就领了盒饭，墙上贴满了老麦的照片。从达斯汀受伤的肩膀中取出格雷开枪留下的弹片。贝尔认为已经找到了凶手，但摩斯否认了两人的想法。他猜测这是达斯汀自己开的枪，因为他开枪打的是右肩膀，而凶手受伤的是左肩膀，这只是作为崇拜者的一种受虐行为。回到警局后，他们接到凶手又刺杀了另一个人。摩斯认为凶手选择目标肯定和老麦有点关联。很快，贝尔调查到了山姆母亲的住址，想让华生和摩斯一起过去了解下情况。对于山姆的离开，母亲显得很是悲伤。摩斯询问山姆胸口的刺伤是怎么来的，母亲表示山姆在部队时候有个战友无法适应那里的生活，每次遇到困难，山姆都会主动帮助照顾他，但雅各布始终无法适应。终于有一天他崩溃了，拿着刀冲向山姆才被刺伤。贝尔将山姆母亲讲的话都记录下来，回头联系下部队了解下情况。山姆母亲建议他们去找门罗中尉核实情况，门罗是他们在部队中的指挥官，现在就住在这里。摩斯听到名字感觉很熟悉，他突然想到那天在格雷家外面谈话的邻居就是他。摩斯有种不好预感，连忙打电话给老麦，让他带着警探去保护门罗。凶手下一个目标就是他，因为通过地图定位搜索门罗住址显示出来的是老麦家的地址，凶手选择错了目标。等老麦来到门罗家里，发现他早就领了盒饭。贝尔怀疑凶手是雅各布对两人的报复，但雅各布否认这件事和自己有关。当年刺伤山姆是有别的原因，因为在去部队后女友跟自己朋友跑了，当看到山姆和别人老婆在一起时，内心控制不住那股冲动才这样。贝尔不相信片面说辞，除非能证明。雅各布毫不犹豫地脱掉了衬衫，证明肩膀上没有枪伤。跟山姆在一起的女人叫伊丽莎白，是一名考古学家。当摩斯来到伊丽莎白家时，看守在院子的小狗不停地叫着，直到伊丽莎白出现，小狗才安静下来。伊丽莎白表示对山姆的遭遇感到很意外，只是没法提供任何帮助，自己在中东是完成考古工作。回到家里，摩斯发现伊丽莎白口中所讲的在考古工作，很多文物都被悄悄转移走了。山姆和门罗是被派过去保护文物的部队，但其中一件文物出现在昨天的伊丽莎白家里。摩斯猜测是3人联手偷走了文物，但伊丽莎白想独吞收益。可是等他们再次来到伊丽莎白那里，原本摆放在架子上的文物不见了。华山想起忽略了一个细节，在2次拜访之间，邻居没有听到小狗叫声，那凶手会不会就是伊丽莎白的丈夫？原来卡梅隆刺杀山姆和门罗是不想和其他人分享收益，只要验证下血液对比就可以了。李伊莎白没有反驳，默认了，最终被逮捕了起来。